2026年7月31号，7月的最后一天了，凌晨1点整啊！现在在江苏省镇江市镇江火车站的南广场，有2个小的事情跟各位分享一下吧。你看外面这边南广场停了很多电动车是吧？我刚刚也是问了那个男哥们儿啊，对面是万达广场，他这里有一个扫码进去的嘛。我就扫了码，问了那男哥们儿，他好像把灯关掉了啊。我说哥们儿，问一下，打扰问一下，这里面停车是收费的吗？他说对，24小时1块钱，超出24小时，那你再叠加2块钱这样子，48小时2块，再往上自己加一下好了。我说这价钱可以接受啊，也就1块钱嘛，对吧？明天晚上我从上海回来这样子，我就问他，我说有没有押金啊或者其他这种东西？他没有啊。我说那行。我就1块钱，估计明天会扣的吧，这第一个啊。第二个啊，其实我最近发生了很多糟糕的事情，也特别多密集的事情夹在一起，比如说那个很恶心的房东押金的事情啊，还有宽带限速的，包括有一些不能跟大家讲的因为我答应帽子了，那我答应给人家面子，我就不讲嘛，是吧？我放到会员视频里，你们也看不到。但是就这个，我一来到这里，我想把这个话题，本来我也说不讲的我想着跟大家讲一下吧，因为这个事儿它挺温暖的。现在是镇江南广场已经这个事情已经存在5年了，就自打2021年当时特殊时期这个南广场，就整个火车站镇江火车站执行了一个政策，就是南进北出在镇江的本地人都知道，经常在论坛上吐槽。直到今天为止也没有改变。我也是前天乘这个 K1555，也是刚好现在要乘的这个车，回到镇江的时候2点多，我从南广场下来出不来，因为它底下有个伸缩门挡着的嘛。我电动车停在这边对吧？你看现在晚上我们南广场进站，你肯定是南广场出来嘛，你电动车都停在南广场嘛，那本地人也都这样嘛。它是只引导你走北广场出的，这叫南进北出，持续5年了。但是你在镇江的都知道，他走那地下通道那里，那个地方是反潮的，它距离又远，要走大概接近10分钟你走得慢的话。所以前几天我就跟相关部门反馈了一下，我也是抱着你爱管不管的这种态度，包括这个宽带限速所有的事情，我都找他们去稍微就多了一个动作，对吧？我们有一个动作总比你不做要好嘛。我跟大家复述一下这个事情这个火车站现在这逻辑也不对你晚上都是南广场进站，你看南广场也开着吗？这其实约等于一个24小时的火车站，它晚上北广场是关闭的，这是一基本情况但是你后半夜大概晚上11点到凌晨5点，它是只引导你走北广场出的，这就逻辑上就不通你南进应该南出嘛，或者北进北出嘛，或者你把北广场给它开放嘛，对吧？这我一说这个事情镇江人都知道。我本来说这个话题不讲了，我讲讲吧。因为就大概5-6个小时前傍晚，有一个0511还多少电话打过来，我正在录音呢，我以为他是宽带限速那个人，我要准备跟他吵架呢。一男哥们儿打过来，我一听他说是火车站工作人员，他就在这里面，他跟我反馈，跟我讲了10分钟我就把这个事儿讲一下吧。最早接待我是前天一小姑娘，是另外一个部门的。我本来以为这种事情都是敷衍的，不会给你处理或者听你讲的嘛。那小妹妹也就小姑娘也特别有这个服务的态度。她说您这个说一下您这个意见，那您手机号多少？就把这个信息给反馈上去了。我等了1天半，我想着他们应该就不会搭理你吧，谁知道就大概几个小时前，就这个火车站里面一男哥们儿吧，我也不知道他姓什么，说话特别客气。他说您好，前几天接到您这个电话，就是说您反馈这个我们火车站这边下面南广场后半夜出站出不了是吗？我们想听听您的这个想法。我说是这样的，就前几天你们看到我从南京晚上去玩了1-2个小时，晚上后半夜2点多坐 K1555从这边回来，我说回来的时候我电动车停在南广场，怎么南广场是伸缩门关闭的，不让出来呢？所以我走北广场那里那个通道
又走到南广场，走了10来分钟啊。我说我年轻小伙子都走了这么久，那别人年纪大了呢，对吧？而且我说我走那个下面地下通道，我知道那底下是反潮的，而且是地比较滑的。我说别人摔倒了，到时候还找你们火车站吗？对吧？我说我也溯源了一下新闻，以前是2021年开始这个政策的嘛，你们现在都已经2026年了，也该改变一下了。哎，这哥们儿就一直听着，他说您说的有道理，对，但是呢，他也解释了一下他们的苦衷，就是现在啊，你看我拍过这么多火车站，我也特别理解。他说这个沪宁线啊，本身晚上就是关闭的，我们也一直想着就是说给他改回来，可能下周一要开会呀。哦，我说是吗？我说理解的，你就等于说有些广东的城际的那种火车站，或者很多高铁站，它是晚上关闭的嘛。你看，跟着老观众跟着我们视频看，你也知道，所以我们交流的就特别温馨嘛。我最后就跟他讲了一句话，就虽然我最近遭遇了特别多吵架不好的事情，我跟这男哥们儿就讲了一句话，我说哥们儿，我也是刚来你们镇江没多久，这是你们镇江人的事情，我也只是一个外来客。如果你是镇江人的话，你有话语权的话，你有这个职位可以反馈一下的话，我希望您多一个动作。哎，他说是哥们儿，您本身也特别热情。我说是，我们都是说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对不对？我们俩讲的，你别说热泪盈眶嘛。我说哥们儿，您最好啊是跟你们领导反馈一下。他说是呢，我下礼拜一开会的时候，我一定会去讲一下。我说您最好就讲一下。他能改就改，改不了就算了，就起码我们有这个动作嘛。啊，这在镇江的基本上都知道这个事情。他下面现在南广场就大概现在此时此刻就关闭的，你只能走北广场出，所以你现在到这里看不到人。所以镇江北广场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到苏州的时候，就6月26号那天，我早上不走那边走过来的吗？这哥们儿也是的。你看累不累？这是白裤子哥们儿，包括刚刚那几个女的是吧？也是走北广场走过来的，我估计到达的嘛。我说你们这个监控也看得到的，晚上有很多人从那地下通道就前面北广场走过来，硬生生走10分钟啊。就从现在走得很累的，它底下通道很长的，走过的在镇江的都知道的。啊，这个事儿我本来说最好呢。人家还挺热情的，我就不再复述了。想说一下吧，我跟大家讲一个，我最后走到上面把这事儿讲完啊。今天进站可能会录的比较长，我还有1个小时，就当跟大家聊聊天吧。我觉得这个事情跟我是有关系的，我这一次就不能再犯之前的错误了，各位。你问一个人叫这个特约什么进言员吧，湖南株洲人，我的老观众。我2024年就是说。夏天的时候我到湖南株洲，其实到那里第一个礼拜我买了电动车，到那个湖南株洲石峰大桥吧，我就发现那个大桥啊没有这种栏杆的，没有栏杆。当时我就吐槽嘛，我说这大桥怎么没有装栏杆呢？你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也没有分开，这很容易出事故的。我当时视频里吐槽我就过了，我现在就很懊悔，你知道吗？在2024年9月17号晚上，我坐动车到广东东莞，我就离开了嘛，我去东莞了。谁知道我到东莞的第3天，你们查一下，就湖南株洲那个大桥上面，发生了一起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就一个卖菜的吧，带着孩子或者骑电动车，他们走在非机动车道，早高峰送孩子上学，然后有一个司机啊，他操作失误还是怎么着，逆向就是出租车逆向撞过来，连续操作不当，这刹车也来不及了。酿成一起非常严重的交通事故，几死几伤的。你们查一下这新闻。我看到那个新闻之后，我到今天为止，我的心都是懊悔的，我就是有点自责。我应该打12345，把这个事情跟这个株洲的哪里去反馈啊，让他们装上栏杆呐，这个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呀，是吧？我现在给大家有一个很糟糕的情况，这下面南广场现在出站也是关闭的，有这样一个伸缩门关闭的，那就导致你们刚刚看到的人虽然零零散散的啊，他可能南京回来的，可能哪里常州回来的，晚上就从前面北广场绕过来，走下面走。这城市有些老龄化也比较严重，老年人上了年纪的，腿脚不便的，下面是反潮的，你知道吗？有几个很大的风扇在下面吹。
你下面吹，地又是有时候会滑，摔倒了，轻的话就骨折摔伤嘛，重的话直接摔挂了，我看你到时候找你火车站赔钱，你怎么弄？这种事情你说有没有可能发生？我跟你讲，大概率会发生。我现在啊把这事儿讲了，把这事儿跟大家复述一下，就算未来有一天发生，那也不是我的事情。此时此刻，今天你们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反馈了，我良心上过得去了，就这样子。所以我说我不会再犯之前的错误，我起码有这么一个动作。我们不需要成为真正的什么英雄，一个打10个或者怎么样，我们平凡中的小事也是非常伟大的嘛。各位觉得呢？哇，说了10来分钟了啊！各位，要不这个视频要不给它分开？怎么会说这么久？啊，既然说到这里，我们讲完吧，反正这个视频，就我也没有特别大的这个，迫切的这种想法，说你火车站最好那个或者一直在打投诉电话，我不会，各位。我无所谓，我身强力壮，年纪轻轻的，你下面关闭就关闭呗，我大不了电动车停北广场，我想个办法，我提早点来火车站，其实对我没什么影响的，各位。但是我一想着这是你们镇江的事情，我又不是镇江人，对吧？这2个人呢，一个那个小妹妹，一个在这火车站里面的一个男哥们儿，他说了好几遍那个用语，我印象特别深刻。他说我们想听听您的意见。我说那你逻辑上很简单嘛，你现在晚上让我们从南广场进站，对吧？那你就让我们从南广场出站嘛，对吧？南进南出嘛。他说我问未来还考虑北广场晚上也开放呢。我说可以啊，那北进北出嘛，对不对？对面是北广场，我们也拍过的，你晚上本来关闭的嘛，对吧？我说你把这些旅客引导到北广场那边，经常吵架，你知道吗？那边拉客的，一到站啊，去哪里？去丹阳，去丹阳。那镇江人吵架全是骂娘，全是骂脏话的，全是问候别人父母的。我看到2次了。前天 K155，我从那个南京回来的时候，那边也吵架了。我记得刚到镇江的时候，那边也吵架了。那边拉客的几男几女吧，经常都是说去丹阳嘛，去丹阳嘛，声音也比较大。有些旅客被问烦了啊。我一般都会说，我说我有电动车啊，然后被问烦了就吵架，你不要跟我讲话，然后一吵就吵起来了。我 C 什么什么什么的，经常在下面吵架。我说你们这样把这些旅客引导到北广场，你商业区也在这边嘛，你对面是这个万达嘛，那老的市中心那边也没啥东西嘛，但甭管你怎么弄，或者南北都开放嘛。你本身就是一个24小时的这个火车站嘛，所以我那哥们儿也听，他说是您说的有道理，我们也正在弄呢。我说是这样的，我没有说你们一定要改变，一定要南进南出，一定要北进北出。我说我是无所谓的，我本身是一过客，对不对？但是你也知道，下面北广场那底下是反潮的，就大概率到时候谁摔倒了，或者是不是已经摔倒过，找你们赔过钱了，你们到时候领导的工作都丢了。现在也自媒体的时代，是吧？到处都有人做视频网上一发酵，大家做着这种表情包，做着那个一凑热闹。我看你到时候怎么弄，你跟我也没关系，对不对？我也是刚来你们城市，是吧？各位，因为这个视频啊，我本来想着说几分钟，然后拍进站，这视频给它分开吧，就这2个小事情，给大家补充一下吧。第一个，就现在您看到这个亭子啊，我第1天就拍到过了，原来是要收费的。这个价钱我是可以接受，我不知道镇江人能不能接受，就停24小时1块钱。那胖男哥们儿啊，就在亭子里面，他可能是保安或者管这里的，你超出24小时就再加1块，我觉得可以接受啊。就电动车啊，因为你知道最近高温，各位，你听这知了声音，白天35、6度，你明天白天我在上海，大概率嘛。你最好电动车是停到有遮挡的地方，你不然暴晒嘛，是吧？加1块钱就停了。第二个就是我说了，这目前镇江火车站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已经存在5年了。2021年至今啊，它现在南进北出，这逻辑上是不通顺的。你像我这样子，或者很多旅客这样子，你们刚刚看到零零散散的，他们都是电动车停在这南广场。
你把别人引导到强制北广场出站的话，他们还是会走到南广场来找自己的电动车，而且走过那底下，就这底下弯进去啊，你走过的都知道，那底下首先是反潮的，路途又很遥远，还有个坡，各位，你走底下绕一圈。我虽然没拍过视频，您自己想象吧，走过的都知道很累的，要接近8到10分钟吧，而且是你正常走的话，如果上了年纪的人就走得更累了，如果你行李多的更麻烦了。下面呢，因为他们火车站知道反潮，所以几个风扇还吹着啊。我本来说这个事儿不讲，你讲了到时候万一他火车站如果觉得是负面的联系我呢，但是看来就他们人还是挺负责的，起码有一个，不管是那小妹妹还是跟我回电的那哥们儿啊，他们都有很好的态度来去听取意见吧。我相信啊，哪怕他是敷衍我，几个小时前起码他给我的感觉是非常舒服的。你们也看到我这当时正是这宽带限速，我正在跟人家10086那边吵着架呢，突然有一个人给我回电，我一打录音，我正准备吵呢，他说是火车站的今天给我回电哦，我就慢慢聊着，越聊越温暖。我这个事儿跟大家聊一下吧。这个事儿啊，我后续就不讲了，今天一次性讲清楚了。他火车站有这么一个问题，镇江所有的看我视频这个人，基本上本地人都知道，或者经常来乘车的。比如说哪个小姑娘去上海批发个货了，后半夜回来，南广场出不来，只能走到北广场，或者去南京玩一下，像我这样晚上回来出不来。刚刚我不知道是哪个车啊，反正1点多，我下次就知道是哪。刚刚那几个人全是北广场走过来的，就刚刚那穿短裙的。好了，各位您参考一下吧。就是聊起这个事儿啊，几个小时前我觉得挺温暖的，这男哥们儿真的挺好的。反正我这句话也送给这男哥们儿，就给我回电的这个火车站一工作人员啊，以及送给所有的人。我说您有能力，就是在这个职位上有话语权的时候，您尽量有这么一个动作去做一下吧。我说哥们儿，如果这事儿成了的话，这关乎到所有镇江人的这个便利性的问题。而且你们南进南出或者北进北出或者南北广场都开放晚上的话，不管进出的话，那大概率大家就不会走下面，就不会有人在下面跌倒了，就不会有什么意外了，对不对？火车站就是让大家便利的嘛，对吧？啊，这哥们儿也说是他答应，他就是反正口头上说吧，说下周一或者也就是2、3天之后他们会开个会，到时候他是一定会去说一下的，他承诺的。我说谢谢你，你如果要说最好就是说一下，对不对？我最后还是有句话跟各位经常我在街拍中讲的，我说各位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你是干嘛的，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好了，就这样子吧，我们给它分开吧，说太长了。下一个视频我们拍进站，下节目再见各位，拜拜。